美食的魅力世界闻名。中餐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饮食风格都截然不同。人们沉醉于这种美妙的诱惑，但对美味背后的秘密却知之甚少。为什么中国厨师仅凭一把笨拙的厨刀就能塑造出形态各异的精美菜肴？为什么中国厨师烹饪时会将手中铁锅不停地颤抖？又为什么当危险的大火肆虐于灶台之上，他们却处之泰然，反而一道道美食却从熊熊烈火中翻腾而出？美丽的中国早已吸引了全世界人们的目光，它广袤丰饶的土地孕育出了当地子民多姿多彩的生活风采和饮食习俗，这也是中国美食如此丰富的原因所在。数千年来，中国人传承了制作诱人美食的独特秘籍。而要想进入这个神秘精彩的世界，我们可以从一些有趣的故事开始。寺庙里，虔诚的僧众正沉浸在无尽的冥思当中。一股浓香飘来，扰乱了修行者的心性。在离寺庙不远邻居家的厨房里，一股撩人食欲的饭菜香正悄然随着微风向寺庙之中弥散开来。终于有一位僧人无法抵御着外界的诱惑，竟偷偷翻过墙头去向邻居索尝。可爱僧人的举动顿时成为街坊四邻的笑谈。那是很久以前，一名厨师为满足挑剔的食客，汇聚了近10种珍贵食材烧制出来的菜肴。后世的文人食客因惊叹于它的美味，而将这个传说融入了它的历史。佛跳墙的名称就是这个故事的生动写照，而它原来的菜名已被人逐渐遗忘。就这样，诱人的美味伴随着这种幽默，在人们的餐桌上流传了上百年。实际上，在中国的美食世界里，经典美味数不胜数。中国的美食家们到底掌握了何种秘籍，能让他们创造出如此撩人心神的美食呢？7月，碧绿的荷叶洒满池塘，给夏季的炎热带来一幅清新的画卷。而雨中沐浴的风荷更别具一番优美风情。这美妙的风景曾经是艺术家们创作的源泉，但一些有心的厨师却也从中捕捉到了灵感。71岁的居长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淮扬菜技艺的传承人，中国烹饪大师。他喜欢那些做工精美的工艺品，对细节的重视是他工作中的习惯。这条新鲜的桂鱼正是他眼中理想的食材，将鱼身上肉质最多的部分顺着脊骨单独分切下来。然后再用较厚的刀背将鱼肉拍砸松软。这种做法能得到鱼肉的精华部分，并使之成为鱼蓉，将它们收集起来，这将是制作今天这道菜肴的主要原料。接下来利用刀刃将鱼蓉反复切剁。如此繁琐的处理，是因为厨师希望将这道菜肴以更加美妙的意境呈现出来。不知在什么时候，也不知是谁，从眼前这翻滚的露珠得到灵感，发明了从口味到名称都优美典雅的珍珠鱼丸。
鱼蓉在厨师精湛的刀工下越来越细腻，就连原本细微的小刺儿都化为无形。大师告诉我们，这道工序如果用电动的绞肉机器来代替，将无法达到最精细的要求。待鱼蓉已变得如泥沙一般细腻的时候，向其中加入鸡蛋、葱、姜等配料，将它们充分搅拌后捏制成鱼丸，放入到冷水当中成型。你挤出一个圆的以后呢，放到水里了，啪下来去，随时就浮上来了。你这个鱼圆是成功的东西。如果你放下去不上来了，这是不成功。最后再用热水将其煮至成熟即可。煮好之后的鱼丸配上上等清汤，口感细嫩柔滑，鲜美清香。鱼丸漂浮碗中，就如洁白的珍珠在水面浮动，鱼大风荷的生动画卷似乎又浮现在眼前。而成就这种奇妙情趣的，就是中式烹饪技艺当中的绝妙刀工。在中国人的厨房里，总有一些高手藏匿其中。他们很像中国武侠世界里的独行侠，也拥有常人不及的精湛功夫。侠客持剑，他们则手持菜刀。和西方厨师配备多种不同用途的刀具相反，中国厨师中的高手大多只用一把刀来处理各种食材和所有复杂的问题。西式厨刀相对纤巧，并且配套完整，各种刀分工明确，这似乎更具科学性。而中式厨刀看上去则粗短，切线笨拙。但一位训练有素的中餐厨师，他更看重的是一种得心应手的熟悉感。长时间使用同一工具，会让他获得如肢体延长般的自如感。开放的中国伴随着世界的变幻飞速地发展着，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都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就连厨师做菜的工具也逐渐丰富多样。但中餐厨艺的技术特点，让很多厨师仍然保持着以前的传统。中式厨刀能做到多种技能一刀完成，而许多厨师认为西式厨刀太轻，无法一刀多用。对于技能繁琐的中餐烹饪，工作时更换刀具过频，则显得太不方便。在今天，刀具的生产早已经标准化和流程化，但对手感要求极其个性化的大师们，刀厂却会有经验丰富的手工技师来为他们专门定制。高级厨师刀在诞生前都会经过千百次的锻打，并且反复在旺火中淬炼，这能令刀具刚柔并济，更加经久耐用。这与普通厨刀直接用钢板制作截然不同。每一个细节的要求都非常高，直至最后的开刃环节。如果做不到线条完美和角度均匀，厨刀将沦为次品。但一把好刀，只有在善用者手中，才能发挥它真正的作用。传说清代乾隆年间，扬州天宁寺中的僧人文思和尚
创出了一道刀工名菜——文思豆腐。豆腐软嫩易碎，把它切块似乎难度不大。但如果要把它切到细如发丝的程度，则似乎难以下手。让我们来看看高手是如何做到的。先要把豆腐切成极薄的薄片，这意味着每一次下刀向一侧移动的时候，还达不到1毫米的1/3。这可能只有精密机床才能做到。厨师操作必须非常小心，一把好刀绝对必不可少，但更要依赖厨师高超的技术。而这道菜的其他配料，青菜、发菜、冬笋等等，都要切成如此细丝，因此就在菜板10厘米见方的距离之内，菜刀就要切动上万次。接下来再将薄片切成细丝，熟练技术的背后，似乎更重要的是操作者极大的耐性。对于性情急躁的人来说，做这道菜一定是一种折磨。而这道菜的烹制过程却相对简单，将所有细丝倒入预先备好的鸡清汤中，煮至浮上水面即可。整个过程要求操作者小心翼翼，稍有鲁蛮，这缕缕细丝自然盘旋的优雅景观便不复存在。传说善于烹饪的文思和尚常于夜空中仰望，空灵的天际给了他除去心中浮躁与杂念的顿悟。他通过做这道菜来作为修炼的一种方式，终成一代名厨。显然，一碗小小的豆腐羹变成了考验厨师刀工和心理素质的有趣方式。来，都准备好啊！而这种素养要来自日久天长的不断练习。中国菜中处理食材的手法千变万化，合适的刀工最直接的妙处是让菜式呈现令人愉悦的造型，同时还会决定它适合于爆炒还是汤煮或别的什么方式，而最后呈现出来的风味也会完全不同。中国美食界中有所谓10大菜系的说法，相关的刀工技法有200种之多。这种基础技巧的训练枯燥乏味，但无休止的重复能让他们达到心手合一的程度。但绝妙的刀工技能仅仅是其表象，一个善于尝试和想象的厨师会用他的创意来展现奇迹。在中国，饮食经验丰富的人都知道，禽类食材都极富营养。将麻鸭、野鸭、鸽子放在一起炖煮，具备很强的滋补功效。但有人觉得，按常规方法将它们切块烹饪太缺少情趣。有一位厨师潜心揣摩，将那道菜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这道菜先要将3只飞禽的骨骼全部取出，但却绝不允许损坏其外形，然后再以大小不同将它们一个套一个，形成一个整体。
这就是刀工名菜3套鸭。而这对刀工的要求非常高，即便是一个高手，也要不受干扰地操作1个半小时。先用刀在鸭脖子上开一个3到5厘米长的口子，这将是鸭身上唯一被剖开的地方。刀尖紧贴着那个骨头，主要还是以剃的这个刀法来进行。这要求厨师对食材的骨骼结构非常熟悉，而这全靠他多年以来的经验。刀工的要求非常高，也对这个厨师临场的这种操作要求也非常高。如果说这个鸭子皮，你那个刀尖把它轻轻的一碰的话，一不小心破了，这个菜就失败了。剔骨的过程繁琐而精细，厨师既要做到干净利索，又必须小心翼翼。靠近那个胸骨的那块皮是非常薄的，还有那个后背上的那个，它就是一层皮，它跟骨头是紧紧的连着的。你那个刀，如果说刀尖稍微偏一下，它这个皮就破了。整个剔骨的过程，刀背、刀尖和刀刃在此时都派上了不同的用场。而在大约90分钟的时间里，厨师都始终要保持着专注。而这个时候，时间似乎都变得慢了下来。剔好骨之后，将鸭和鸽子皮外翻，用开水烫一下，使其定型。将鸽子放入野鸭的肚子中，再将野鸭放入麻鸭的肚子中，层层相扣，3套鸭的造型就是这样完成了。最后再加入香料炖煮。当菜品成熟端上餐桌时，这种巧妙的创意大受欢迎，这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完整美满的审美情趣。喜食它的文人赋予了它另一个优雅的别称“野渡三飞”，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捕食野味的妙趣。中国的绘画是最能代表中国人审美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而抽象和含蓄是他们最擅长和喜爱的表达方式。那些杰出的艺术作品往往游走在似与不似之间，而这种抽象成为欣赏者可以反复玩味的乐趣所在。这种审美也折射在美食文化里。中国的烹饪大师手中的高超技术，则像画笔一样，给人们呈现出一种更富妙趣的美食体验。而野渡三飞这道菜肴所带来的联想，正是刀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道菜将绝妙刀工的精彩推向了极致，但同时中式厨艺中另一个隐藏的重要因素也显露出了神秘的面纱。如果你仅仅认为这道菜只是刀工的炫耀，那就太小看厨师的心机了，这其中还深藏着它更为玄妙的用意。毕建明，中国烹饪大师，曾是已故文学家、美食家陆文夫先生的家厨。我们喜欢馅料精细，特别能做鱼，做各种各样的鱼。松鼠桂鱼是毕建明最为拿手的传统苏州美食之一。这是一道传承了200多年的名菜，
这道菜将对刀工和火候的高超掌握融入其中，与中国数不清的美味佳肴一道，成为美食森林中的一个精灵。首先是对鱼的分解，选择体积较大的鱼，将让这道菜最后的造型更加富有生气。鱼肉最多的部分要单独剔下来，厨师将用它来塑造生动的外观。对鱼生的雕塑要用到经典的十字花刀，先顺着鱼生的方向竖切，然后刀面再呈45度角横向切出花纹。利刃切下去要刚好接触到鱼皮，但同时又不能割破鱼皮，所以刀刃控制的精度要在1毫米以内。它打成怎么样的效果？我们就是说，整个鱼啊要形成细条，经过油炸以后呢，它就是像松鼠身上的小刺，像松鼠身上的小刺儿。这就是厨师想要追求的极致效果。显然，厨师的心已经从这忙碌的厨房飞到了很远的森林。他的眼睛关注着案板上的鲜鱼，脑海里却浮现着丛林精灵的生动形象。而他的幻想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实现，则完全取决于他的刀工以及对火候的精准掌控。经过刀法的精心刻画，鱼肉拍上生粉，便可以放入油中清炸。炸了以后一定要圆，开出来就像那个圆环。那么这就跟宋楚瑜身体是一样的。炸鱼需要分2次进行，首先用高温油炸地形，然后将油锅端到一旁，使其自然冷却。这时候油的余温如文火仍在清炸着鱼，使鱼慢慢成熟。捞出鱼，再将油锅置于旺火之上，重新让油温升高。将鱼下锅，这个目的是为了让鱼的表面酥脆，让它表面要脆，里边的肉要嫩。当鱼肉的表层已经酥脆后，将鱼盛出，浇上事先用番茄酱和白糖炒制成的甜酸口味的卤汁。我们油温高了以后，那个肉浇上去才会香，滋滋香，就这个。当这条桂鱼被端上餐桌的时候，已经完全被改头换面。在它被食用前的最后一刻，竟还能发出吱吱的叫声。它形似森林中的精灵松鼠，张开的鳞片就像是被风吹起的毛发。成就这道奇妙菜肴的，正是厨师对刀工与火候的全面掌握。在中国人的食谱里，食材选择的范围异常广泛。如何针对食材的不同特性，应用不同的烹饪方法，这对厨师来说是一种考验。任何一道菜肴的烹饪当中，厨师都要在火力大小的运用和加工时间长短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而这就是中餐烹饪当中最核心的学问——火候。